大家好，欢迎大家观看今天的节目。说起相术，人们首先会想到的一定是面相、手相、骨相、指相等，但其实这些都是相术的一部分而已。还有一种相术出自于佛教，被称为是佛陀32相。这是12世纪以前由佛教总结出的具有福报相的32个体貌特征。按照佛教的说法，拥有这32相的人胜过所有尊贵的人，就连佛陀见到也会表示尊敬。常人如果能有此相之一二，便已是福报在身了。那么具体这32相都是什么呢？今天小编就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佛陀32相中的手、足、身相，一起来看看怎样的手足身相才是拥有福报的表现。我们先来说说佛陀32相之足相。一、足下平满相。这个足下平满相其实比较类似于我们常说的平足。在过去选运动员的时候，一般都会看看是不是平足，也就是看看脚底是不是凹进去了，如果不是，那就是平足。体育老师会说，这样的人跑不快，弹跳较弱，是不能成为运动员的。所以很多人从小就认为平足之人好像先天有缺陷似的，但其实恰恰相反。传说佛祖释迦牟尼就是平足，赤脚踩在地上时会留下完整的脚印，而一般人的脚底是凹的，所以无法得到完整的脚印，总是缺一块。因此拥有平足的人则有着足下平满相，是圆满的象征。平足的人是有福的，一生都会比较平顺。此外，佛教还认为生得此相者是佛陀行菩萨道时修六波罗蜜所感得的圣相，表示有引导利益之德。二、足腹高满相。足腹高满相指的就是足弓高起，一般是指足背上有一块隆起，或是足背很高的人。一般有此角相的人表示利益众生，有大悲无上之德。相术上也认为这样的角相一般对外人都特别好，心存善念，不求回报，尤其是对陌生人会表现出特别的关心。三、足跟广平相，也被称作是足跟满足相，是指前脚掌与脚后跟不是一条线，向后越来越窄，而是快到脚跟时有个明显转宽的弧度，足跟是个完美的圆形，且从小腿向下延伸到脚跟处时，脚跟明显向后延伸出来一块，而不是小腿直线向下到脚跟。这个就是民间常说的有脚后跟，且整个脚跟没有凹陷的地方。佛教认为这样的脚相是由持戒、闻法、勤修行业而证得的圣相，表示化意尽未来际一切众生之德。相术上也认为有这样脚跟的人勤奋、诚实、脚踏实地，反之没有脚后跟的人则喜欢动嘴、好评论，行动力会比较差。四、足下轮形相，也有的称为足下千辐轮相，这个说的其实就是脚掌的纹路，和我们说的掌纹是类似的。掌有掌纹，指有指纹，脚趾有脚趾纹，脚掌有脚掌纹。佛教认为最好的脚掌纹相是在脚心开始有一个像树的年轮一般的轮纹。佛教认为有千辐轮脚纹能摧伏怨敌、恶魔，是妖邪不侵之体，表示具有照破愚痴与无明之德。不过看脚掌纹是中国古代相术中的一个空白，看相者一般不看脚纹，因古代女子的脚是不能随便给别人看的，所以女子脚纹看不到，而男子的脚多味道不佳，大庭广众之下脱掉鞋袜近距离看脚纹，实在是对看相的一种摧残，因此男子脚纹又看不得。所以在古代相术中没有看脚纹算命的技术。看完了4种足相后，我们再来谈谈32相中的手相部分。一、手指细长相。这里说的手指细长不是单纯指双手的手指细长，而是泛指手指和脚趾都是细细长长。在佛教看来，纤长的手指则更能够体现一个人的德寿，尤其是以男子为例。细心的朋友如果经常去寺庙的话，就会发现佛像的手指不仅长，而且手指是齐的，也就是说除拇指外，另外4指是一般齐的，所以真正符合32相的佛造像都是手指一般齐的。
而且整个佛像完全符合佛陀32相的特征。佛教认为手指纤长、笔直、一般齐，是由恭敬礼拜诸师长、破除骄傲心所感得的圣相，表示寿命长远，有令众生爱乐归依之德。在相术中也有说手指长与寿长相对应的说法，古时就有量指算命的方法，将每根手指的长度相加，若能达到1尺3寸，便是长寿的福命了。2. 指尖慢网相，也被称为是手足慢相。这里说的慢网非常类似于我们看到的一些禽类的蹼，像鸭子、鹅等脚上，各个脚趾之间有一层膜相互连接。早期的佛像手指间多有此慢网，佛教逐步汉化之后，认为这层慢网不好看，后来的佛造像就不再有了。但日本的佛像还有很多保留着这一特征，如果有去日本寺庙旅游过的话，就会发现这一特点。此像是由修四摄法摄持众生而有，表示离烦恼恶业至无为彼岸之德。相信一定会有人疑惑，现实当中真的有人长蹼吗？表面上看起来，这样的手相在现实生活中是不会有的。其实不然，现代医学发现，平均每2000个新生儿中，就会有1例长蹼的新生儿。这是因为胎儿在母体中6到8周以前，手指和脚趾都是相连或有蹼的，几乎都是在8周以后才会逐步分离的。但并不是每一个都会分离，那些不分离而出生的，其实正是佛教32相中的指尖慢网相，是福报的象征。3. 手足柔软相，在我们日常交际中，特别是与人握手的时候，如果发现对方的手像棉花糖一样柔软，那就是福报相了。如果脚也如此柔软，那则应了手足柔软相。这样的福报相看似寻常，其实非常难得。佛教认为这是饮食依据供养师长，或于父母师长生病时亲手为其世洗等奉事供养而感得的圣相，表示佛以慈悲柔软之手摄取亲疏之德。传统的相术中也有同样的看法，认为男子手软如棉必为富贵好命，女人手软如棉不是有财就是有财，必然有一个。但同时手绵软者也会有一个附加的状况，就是一生桃花旺。4. 垂手过膝相，也被称为手过膝相。这一项大家应该不陌生，这是指双手自然下垂，能够超过膝盖的。生活中很难见到这样的人，但也并不是没有，绝大多数人都还是在膝盖以上的。但在佛门中，僧人们为追求佛陀的32相，会特意将衣服的袖子故意做长，其长度要刚好超过膝盖，取垂手过膝相之意。佛教认为此相是由离我慢、好会施、不贪着所感得，表示降服一切恶魔、哀悯众生为其魔顶之德。而在相术中也同样认为，双臂过膝者必然能够出人头地，相对而言，双臂短不过腰者，则多生活艰难，处境不佳，且自私，爱占便宜。可见佛陀32相与中国古老的相术有很多认知还是不谋而合的。最后再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佛陀32相中的身相。1. 两肩圆满相，这一项不难理解，就是说两肩要有肉，肩头有明显的圆润肉体，而不是2块骨头。所以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佛教对于人的体态也是比较趋向于健壮的，而不是我们现在所喜好的越瘦越好。无论男女，只有瘦到了一定的程度，肩头才成骨状。虽然很符合现代追求瘦的审美，但无论如何也是谈不到佛相的。我们在看到佛像的时候也会发现，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佛像都是没有骨感的，各处皆丰腴圆满。佛教认为这是由造像修塔施无畏所感得的圣相，表示灭祸除业等无量功德。而传统的相术中，针对两肩的形态也有很多说法，例如认为肩头太过消瘦，能看出肩膀骨骼形状的人，特别容易搬家或是换工作，是不断变化的特征。如果不在旺地，则久变不停。男子肩膀下滑者，则女子缘浅；肩膀瘦薄之人，则财运较弱；女子肩膀无肉被薄者，则一生非常辛苦；而肩膀丰满之人，则会有很好的财运，尤其是在晚年。
而且付出多会有收获，得异性相助。所以传统的相术也非常推崇这两件圆满相。2. 两腋充满相，这一相是说，当两臂平举时，两腋之下的肉不是凹进去的，而是平时圆满的。佛教认为这是佛施予众生医药、饭食，又能亲自治病所感得的圣相。3. 涮如鹿王相，先说明一下鹿王到底是谁。其实这个大家并不陌生，就是九色鹿。很多人都看过这么一个动画片，说是九色鹿救了一个落水马上要淹死的人，结果反被出卖的故事。而这个九色鹿王就是佛祖释迦牟尼的前生。涮如鹿王相就是指大腿要像鹿王的大腿一样，即丰满紧实的腿。雄鹿善于奔跑且弹跳极佳，因此后肢发达，腿部肌肉丰满发达。这样的腿不是很粗，但很圆很实，是往昔专心闻法演说所感得的圣相，表示一切罪障消灭之德。此外，鹿王的后腿不但结实有力，而且还修长，因此修长结实的腿型也被认为是福报相。而传统的相术对腿型和命运也进行过研究，同样认为这种腿型会促进命运向好的方向发展。正所谓运由相生，相由心生，健康有形的身体本身也是有福的一种体现。4. 相马阴藏相，这一项只针对男性，指的是男人的命根在不勃起的状态下，应该像马一样是非常小，甚至藏于身体之中的。这里特意用公马、公象来举例，因为公马、公象在平时的时候，从身体侧面是很难看到其生殖器的。佛教认为这便是相马阴藏相，是好相。此相是由断除邪淫、救护部位大众而感得，表示寿命长远，得多弟子之德。以上关于足、手、身3个部位的形貌特点，就给大家讲到这里了。大家不妨对照看看自己占了几个福相。如果一个福相也没占到，别气馁。净空法师曾经说过，我们的相貌会随我们修行的功夫加深而随之转变，所以努力修行吧，你的努力一定会有回报的。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期待大家在下方评论区留下自己的感悟。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